吃到饱系列又来啦！这次我们把目光锁定在桃园，要来挑战一间港点加热炒的超丰盛吃到饱。一般这种港式百汇最重要的策略只有一个，人一定要多。像以前办桌吃婚宴，10个人最多吃10几道菜，但这里至少20道起跳。所以这一集我们找来了我们身边公认最能吃的大胃王战友，3个人点了将近40道。就为了替大家开箱这间环境很美、气氛很好、料理也算精致的港式吃到饱。重点是我们会真心告诉大家哪些是必点，一上桌就要手刀抢，哪些是可以省下为了容量不要踩雷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就让我们把这桌全部吃完，一起看看到底值不值得来冲一波。Hello， 我们今天这一集难得请到了特别来宾，因为怕招待不周啊，来宾吃不饱，所以我们特别选了吃到饱。那刚好呢，这一家呢，我们也是存在名单里面很久了，就想说带来宾一起来试试看。我们今天来到桃园南崁的青青格里斯庄园，来自它的港点百汇。那我们来介绍我们来宾虾土豆，耶！我们2个呢，本来可能今天只能吃10道，但是加上虾土豆之后，今天的战力可能会有50道吧。我觉得可能60。不要一直加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的菜一下子都上来了，这桌上看到的量呢，是我们点了2轮，总共20道的量。那他们家的规则呢，蛮特别的，你可以点菜的时间是1.5个小时，那每10分钟呢，可以点1轮。这道是绿藻虾肠粉，土豆，你觉得它吃起来怎么样？它感觉有那么一点熟悉的菜市场风味啊，但是还是好吃的啦。酱油有一点点辣辣，所以吃起来不错。对对对，酱汁不错。这道鲜虾腐皮卷里面虾也太大只了吧！你们2个是一样都说这一道好吃是哦。而且重点是啊，它这韭菜风味啊，我觉得算是很浓郁的，这个很香。你让他多点一个。豉汁蒸排骨，我觉得它不太像一般我们吃到粉蒸排骨哦，没有那么粉的感觉，但是它的那个蒜味啊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柔软的排骨啊，也是很好吃的一道。你觉得可以点吗？可以。这一轮呢，点了4样的烧麦跟蒸饺，跟大家讲一下。那刚我们吃的是鲍鱼烧麦黄跟干贝烧麦黄，这2种烧麦黄的烧麦体呢是一样的。那我觉得上面的鲍鱼跟干贝呢都很普通，就是不需要特别为了上面的这个东西呢去点烧麦，但烧麦是好吃的。那蒸饺的部分呢，我们点了一个是翡翠鲜虾饺，还有一个是鱼子酱虾饺。那鱼子酱虾饺的那个鱼子酱就在上面点缀了2-3颗，所以也不用特别为了鱼子酱去点它，很普通。那这个超好吃，这个里面呢，它就是像土豆刚刚讲的，就是它的韭菜味啊，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东西。这个是豪黄蒸凤爪。这个口味还蛮重的，但是它真的是滚滚啊，所以也可以点起来，好吃。我觉得它这个凤爪吃起来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而且蜜汁感，我觉得是非常的重，我很喜欢的。我觉得这一道我们3个人一致好评。哦，这个推。这一道是香麻猴菇松板肉，哇，我最喜欢吃猴头菇，然后麻油的，来吃一下。哇，这猴头菇浸满了麻油，吃起来非常的舒爽。再来吃这个松板肉，这要说6吧，有没有？6两肉，也是脆口的，水准非常之高。我唔对，就是吃这种脆的口感，哦，不要最好吃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最近蛮常跟土豆哥一起吃饭的。
然后哇，就是坐在那个摇滚区看电视的感觉，感受沉浸式的这样，对，就是他吃饭的时候跟情绪价值很高，是一样的。这一道是极汁牛小排，看有没有那么极汁。这牛小排很嫩哎。真的是咬化脂肪的时候啊，它的脂肪会对嘴巴化成一剂满嘴巴。对，是香的那一种。一个不能吃牛的人，然后看着2个吃牛吃得很开心。这次难得有人陪我吃牛，不然我都很久没办法吃了。这一道是左宗棠子鸡，想吃再点就好。这是经典的辣味萝卜糕，就是过年我们会想要吃到的那一种很好吃的萝卜糕，可以点起来，很香。萝卜比例好像也蛮高的，就可以看到萝卜丝在里面。没错。这道是 XO 酱萝卜糕，土豆刚刚说这个更好吃。基本上呢，它就是用那个本来就很好吃的萝卜糕呢，然后把它裹起来，再去酥炸，再加上一点点香香的辣味，哇，那当然是更好吃啊。这个你觉得可以试吃？它炒上XO酱的风味啊，我觉得一次吃个10盘没问题。我绝对相信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这么开心，就是我点什么东西我都不怕吃不完，真的，我真的人生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它的软壳蟹啊，有一点点咸蛋黄的风味，然后我现在已经放冷了，可是吃起来呢还是很脆，有一点在吃饼干的感觉。这个我也可以吃10盘的。它这个里面哦也还是有肉的，不是说只有外面脆脆的而已。这道京都焗肉排，它蛮特别的，肉感有点类似像红烧肉跟排骨酥之间的肉感。那土豆蛮不喜欢的，那我们2个觉得还 OK。我是蛮喜欢的，所以我们3个人有不同层次的评价。因为我刚吃到口感了，感觉都是炸的有点太干了。但是它那湿润的酱去包上它，也许可以稍微综合一点啊。这一道是千层叉烧酥，刚土豆先吃了，他惊呼了一声。这么酥，就你嘴巴咬下去的时候，你可以感到它一层一层的断开、酥开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它的内里也不会说太干，是个很好吃的叉烧酥它这个叉烧酥我觉得口感是油润的，是非常顺口的，很适合配一口茶。好，我们就去配一口酒。美好的金黄色，今天这个有美好的金黄色吗？没有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评论里面蛮多人推他们家的奶茶，我现在正好就是喝了一口厚奶茶，觉得很赞，这个奶茶可以喝起来。来干一杯，干一杯。好搭。这道金蒜蒸鱼球，我觉得也是放到最后还想吃东西的话再点就好了。可是它做的很精致，你相信我。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道是有必要你们一起，因为一个不吃辣，一个吃很辣的人。好，这道是麻辣水煮鱼，它的鱼跟刚刚那个鱼片一样啊，看起来应该是多利鱼啊。那我试一下味道。这个辣你可以接受吗？它是那种放进嘴巴里没有杀伤力，但是过了10秒钟你就在戏的那一种。这道是椒麻嫩肥牛，它其实跟刚刚的水煮鱼呢是一样的汤底，只是把鱼肉换成了牛肉。那这2道你觉得哪一道会更值得点起来？我觉得它的鱼肉有一种稍微廉价一点的感觉，要吃的话就吃牛啊，我也比较喜欢吃牛。我看这个样子，我也觉得应该是点牛会比较好。以一个你能吃辣的人，你觉得这算很辣吗？它这个已经算是我们在坊间吃到中辣了，挺辣的哦。
那你可以吗？我可以，因为它是入口是温和的，我比较怕那种一下去就会很呛的那一种。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嗯。哦，来，今年最厉害的桌边服务了。现场的各位宾客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七七格林斯公园港点百汇。今天要邀请现场的各位嘉宾朋友们，拿起你的手机，开启你的相机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的晚宴特别秀——火焰樱桃鸭。我们的鸭子是来自宜兰的樱桃鸭，在火焰的燃烧下呢，表皮会留下淡淡的橙味，增添风味。有开车的贵宾不用担心会有过多的酒精残留。发生一个小插曲，这是我吃过最有仪式感的吃到饱。整个会场呢，应该说整个餐厅呢，它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再来呢，刚灯突然一暗，我想说是这样，现在有人生日是不是？结果呢，他就推着烤鸭出来了，现场表演，现场片给你看，还不错哎，我刚好吃一下。这个蛮有水准哎，真的是餐厅会吃得到的那种烤鸭卷饼，不是你在那种摊车买到的。我们刚刚就正在聊说，奇怪，不是有这个烤鸭秀之类的东西嘛？然后后来就突然停电，然后我们3个人就停电了，然后后来他就突然把那个车子推出来。这是鲜虾干炒鲜河粉，刚刚吃了一口，觉得它锅气还 OK， 然后如果味道呢，酱汁可以再扒得更好一点，会更赞。太好笑啊！他载着我们的料理离开，太快了吧？因为我们菜蛮委婉，然后我们还瞧位置，一转身就不见了。人呢？我就不信那压着你还可以跑掉。比较没有那种虾的鲜美了，但外面的起司我觉得是蛮新鲜的尝试。可是我个人是就是觉得有点违和感啊。这一道叫什么？迷迭起司虾。我刚刚就问土豆，我发现他对虾子的那个要求非常高。然后我们吃过几次饭，我发现他每次虾子都会有见解，就是对，不愧是经营钓虾频道多年的人，真的。南宫站呢，我们是专吃活虾的频道哎。大家都有时候蛮多观众期待你在回馈钓虾一些的。你多久没有拍钓虾了？我有在钓虾啦，只是没有拍摄而已啊。这个凤梨虾球啊，它的酱汁里面就已经有混一点凤梨那种酸酸的感觉了，很不错哎，是我吃起来不会讨厌的那种美乃滋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唯一过关有关虾子的就是这一道。对，土豆哥说这一道过关。我觉得这别出心裁的地方是啊，它这个酱汁有额外去做果汁的处理啊，这样味道比这些吃凤梨还要香，味道很够啊。这道是五香牛腱，这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冷盘了，优秀。而且酱汁啊是粤式风味的，可以点起来。这道明炉烧鸭，我觉得不错，至少呢肉是嫩的，然后它的底的酱汁呢跟刚刚牛腱是一样的。它有点像我们吃那种潮汕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潮汕烧鸭那种。对，它是潮汕烧鸭吗？它就是明炉烧鸭，但是酱汁的确是有那么一点像。这一道是绍兴醉鸡，它的味道不错，酒味蛮香浓了。可是呢，肉质稍微普通了一点，这个也是可以放到比较后面再去点它。这流沙包怎么样？你这小小的夹，很好吃哎。哦，赶快来吃一个。是蟹黄的那种颜色，然后是蟹黄的。哇！还好我有拍到哦。还好我的衣服没有中。对。可以，先吃一看，先吃。
是咸的那一种，是我想象中要的味道。我最怕是那种说是流沙包，但是是甜的奶黄包。嗯，好，不错，这个都有经过你们2个认可。这边我们点了3碗汤，我觉得我们选一个就好，一叶知秋嘛。好，可以。会不会刚好挑到最难喝的那一碗呢？汤非常好喝诶，是我喜欢的那一种，就是有黏黏胶质感的。然后那个汤啊，该怎么说呢？还蛮醇厚的，很棒的一碗汤哎。它一个这么好喝，我觉得可能3碗都要把它讲一讲。这一碗的汤啊，跟这一碗应该是汤底一样的。这2个是虫草花椒炖玉排跟杏鲍花椒炖玉排，然后这个呢是锦绣鱼翅跟鱼翅锦绣羹。它看起来一样，可是感觉我刚喝了第一个这个比较粘性感比较够，这个比较没有那么粘性。所以都可以点，都好喝。都好喝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也有可能它真的是一样的。刚为了拍 B 罗，他把整个拿到了红醋啊，整碟加下去。我说会不会你这样吃得下去？后来想说不对，他每次加胡椒粉都是抖嘞这样。他说他加1点胡椒粉，我看是一坨吧。我今天这个醋量是减量，想说拿给你喝的，就这样对你来说还是多。对，蛮多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喝，没问题的。我觉得这个你应该有点1碗来喝啊，这就是咱外口吃板头那种中破菜的鱼翅羹。对。这道是香麻鲍鱼左面线，主要是冲了鲍鱼来的啦。那我觉得蛮像这种小九孔。这道呢，它比较占位一点，所以比较在意就是占不占位 ，CP 值高不高的人，我觉得这道可以先跳过。你不觉得九孔长得很像香菇，然后梗被剪得很短，而且它的菇是变成椭圆状的？这个等级会不会差太多？你刚刚说这个像什么东西？它这味道就是我们熟悉的大补铁啊。大补铁是什么？很怀念，你不知道啊？一个泡面，然后就是当归压面线。这道是蟹黄豆腐，还不错。可是呢，它好像是需要配饭的菜，我不知道我点它要干嘛。你就点白饭。它超浓稠，我刚刚要把它拉起来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阻力超重。今天的港点百汇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呢，是它有一些小小的自助吧。然后这边呢，通常都是以饮料啊还有甜点为主。这边自助区呢，你想要泡个热茶，或者是这边有气泡水机，还可以调成你自己喜欢的口味。总共有6种，其实它给的还蛮丰富的。我刚好喝那气泡水啊，还蛮足的。我最怕气泡水气不足。这边还有咖啡机，再来重点是哈根达斯有6种口味。这边酱料区，港式茶点应该要有的酱料呢，它这边都有。然后再来呢，还有乌梅汁跟厚奶茶。厚奶茶我刚喝了，真的蛮不错的。我觉得乌梅汁也不错。它的甜点呢，几乎都集中在这里了。菜单上能点到的甜点啊比较少，几乎都是甜的包之类。我觉得这算是一点小小的缺憾。还有一些饮料可以自己拿。哦，买一点甜点，你拿的什么？龟苓膏加蜂蜜。这桂花糕看起来还不错。你拿了一个绿豆糕，看起来色泽也不错。你帮我拿一个红枣银耳，好，看起来不错。刚试吃了几个甜点啊，觉得这种一盅一盅的甜汤呢都蛮不错的，像这个银耳汤，它是红枣跟枸杞还有龙眼的甜味交织，非常的喜欢。然后龟苓膏呢就少了一点苦味，我个人是觉得我可能蜂蜜放太多。那刚刚那个绿豆糕哦，我觉得吃起来很像绿豆口味的凤眼糕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懂我的意思？那个口感能想象吗？然后再来是那个刚刚什么桂花糕。桂花糕那个吃起来很像过年会看到那种很软软的软糖，我个人是很不爱这种东西啦。所以大家就是可以选择一盅一盅的都很不错。土豆哥直接拿了这样子回来，我觉得他真的超识货的，直接是拿到精华了。
我们已经吃到尾声了，来跟大家讲一下这家餐厅的消费方式。他们呢平日是739一个人加一层，那假日的话是799加一层。午餐、晚餐时段呢是同样的价钱，只是说午餐时段它用餐时间是比较短一点点，晚餐时间呢你就可以坐久一点、聊长一点的时间。但是呢，它的点餐时间啊一样都是1.5个小时。这家餐厅比较特别一个地方是它的菜单上面有你可以加价200块加一层呢，升级焗烤起司龙虾。我们刚好看到隔壁桌呢，有我们的观众他有点，然后可是他说呢，他觉得不太划算，那个龙虾呢比较小一只，大概这样子而已。对啊，大家要自己斟酌。但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不会点。对，那我自己的想法呢是吃完今天这一餐，我觉得，看他菜单里面的那些菜啊，点一点啊，就已经很有水准、很好吃了。我是不会再想要去点那个龙虾来吃了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今天点了这么多道菜下来呢，我其中觉得它最不错的就是热炒类，还有它的汤品。那它的那个港点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就是好吃的中央餐厨。那小小提醒大家一下，因为大家在吃港点百汇呢，就是比较诟病的就是它的 CP 值。可是我觉得 CP 值的部分呢，要按照你自己的食量来评估。那你如果食量不大，你就会觉得点的东西不够多，我花这个钱。那我说真的，你不如就去吃单点的好吃的就好了。那我们来问问土豆，今天的餐点你觉得 OK 吗？我觉得说它点心都是 OK 的，跟海鲜部分的话，可能就见仁见智了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今天的港点百汇在所有的港点吃到饱当中，我个人给的分数算是相当的高的。我之后呢还会愿意再回来用餐。我蛮喜欢它一点，就是我觉得它的用餐环境很舒服，而且停车场很大。对，而且我就进来的时候，我稍微有点觉得蛮开心，因为环境好，因为我喜欢环境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可以给它加个10分。那在今天的餐点之中呢，如果你有想要更了解一些，比如说想要知道哪一道菜到底好不好吃，你也可以留言问我们。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好啦，菜单就在这边啦，有兴趣的人自己参考。但是我也没有要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吃，这个是我们平日晚上来用餐的人非常的少，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来会不会像我们一样非常容易订到位。这个部分请大家自行斟酌，不要订不到位又跑来骂我们哦。本集也都是我们自费用餐拍摄的，用餐与否请大家高抬贵手自行斟酌，拜拜。